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0号。币圈最近是不是在地震？今天来聊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又显示第3名的这一个地址首次转入了超过10万枚的比特币。那跟最近机构的一些利好有没有关系？特别是那个贝莱德，或者是也有传言富达是要收购灰度。那等下也利用这一张图片来比对一下2023年的7月份有没有可能比特币现在这个位置图形跟2021年7月份的这个图形有很多相似之处。会不会比特币再涨1倍？我是感觉不重要，重要的是最近听我的建议到底是在做多还是在做空。包括等下来跟家人们简单的聊一下去年 20K 或者是 15K 带家人们一起抄底重仓抄底比特币的多单，未来怎么利用这一张 RCI Sunlight 的指标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顶部我们要怎么套顶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啊。就裸 K 来看，这3根 K 线是什么 K 线？技术分析有没有学到位？相信技术分析你要够虔诚啊！这不就是明显教科书上面的三阳开泰啊？为什么还有人在看空？那很明显，现在已经是整理了2根，一根又上来。那我的观点，你如果还是在看空的，不然就等这一个趋势线，已经讲了5、6、7、8天了。反应慢的话，左侧不敢买，那就等这种右侧突破的点位再去买。当然我今天要聊的不是这个重点啊，就是前面在5、6天之前有跟家人们讲过，整个片区它这里面是有成片的多方抵抗的 K 线，这边是不是一个晨星，然后这边是不是一个拇指线，这2根也是一个拇指线，这2根也是一个拇指线，整个整理的区间它重心感觉是不断的被主力骗往下去移。然后在这个 25K 的低点的视频也是有跟朋友们提过，这边是有一个下降楔形，方向是往上去看的。那如果我们参考这里面成片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跟2021年7月份，因为现在时间也是非常接近，当时2021年7月份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上面有整理的片区，主力是感觉在这里面利用多方抵抗的 K 线插入线，或者是这2根是一个多方吞噬，这3根是一个多方的晨星，这2根是多方拇指线，这2根是多方拇指线。可以看一下它重心是不是片线往下移，然后到7月份，因为现在也是接近7月份，从这个位置开始来了一根多方的吞噬，然后走到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5、6、7、8天的 K 线有没有跟这个区间非常的像，1根、2根、3根，是不是三阳开泰，整理了1根连跌都没有跌回，最多有可能就整理1根，后面是重心再往上移，后面是重心再往上移，重心继续往上移。所以现在的一个形态，我的观点也是一样，2021年7月份这边有一个区间，那跟现在的一个走势是不是非常的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区间，重心往下移，1根、2根、3根，三阳开泰，整理了1根，再来1根，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喷？我的观点也是不排除，因为最近利好是非常的多。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也就是前几天有看到的全球最大的资管巨头贝莱德 BlackRock， 它也是在申请比特币 ETF， 包括彭博的分析师也是相信有可能今年或者明年贝莱德的比特币现货 ETF 有可能是会申请成功啊。而且网上也是有很多评论拦路机设，有些人是不希望这么大的机构跑到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边有一个评论是这样子啊，对某一些人来说，机构转向 BTC 只不过是一场反乌托邦的噩梦。当然这句话我是很赞成啊，就是后面的这句话，反对法定货币体系腐败的崇高斗争可能会以富人来告终，并且让富人变得更富有。所以我现在的一个观点还是一样，就是大家不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所以尽量穷人有钱的话尽量多买一些比特币啊，真的不要像这句话评论的是以富人而告终，而不是以穷人而告终。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啊，有传闻富达有可能会推出地震式加密货币。什么地震式？就是有据传他要收购灰度啊，然后
有可能也是会提交比特币 ETF 申请。所以现在我个人观点，价格最近是有反应，那这个位置的形态也是跟大家讲了，有没有可能就类似2023年的7月份跟2021年的7月份，就是这个区间，是不是一个下降楔形？现在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下降楔形。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个 RSI 3类指标，它在月线里面，只要这一条红色的线穿过这一条绿色的线，也是代表第一浪底部应该是就是已经脱离了，因为历史上很多浪形是有高度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长达1年多，在17年到19年的整个底部，或者是2021年到2022年长达1年多的底部，它这边是有一个趋势线是已经是突破了。特别是在底部的位置，如果是跌幅超过 30%， 包括这个 69K 到 15K 也是跌幅是超过 30%， 有抄底做对的多单一定要选择报，因为就是这一次红色的线穿过绿色的线，它很长很长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有可能才会穿过这一个绿色的线，有可能只是第一浪，包括2019年也是一样，这个位置也是第一浪。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5年的底部，这边趋势突破完以后，就是这个位置，它也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条红色的线才穿过绿色线上方，有可能就是第一浪。第一浪后面是在这种位置开始震荡整理，就类似这个位置震荡整理。不过目前的震荡整理，我的观点是跟2019年的不一样，因为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重新再破了这个绿色的线，在20年的时候又在这个位置重新穿到这个绿色线的上方。那现在 15K 的多单，我个人也是在判断未来在哪一个顶部的高位我们要做平仓的动作，或者是到时候现货重仓的话，也可以开始分批做减仓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参考2015年的行情，它慢牛的一波行情，就是这条红色的线从来都没有跌破过这一条绿色的线，甚至后面是这一条蓝色的线来到高位以后，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顶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特别是在第二根月线的这一根有 K 线败向，比如说空方吞噬的位置，它后面开始红色的线跌破这条蓝色的线的位置，有可能就是代表着顶部，我们可以在这种位置到时候做平仓的动作。也可以观察一下2021年顶部的高位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它红色的线开始跌破这条蓝色的线，就是预示着有可能风险已经是来临。所以目前没看到，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红色的线还在这个绿色的线的上方。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也就是昨天有跟朋友们聊到的，就是最近链上金鱼的数据，现在是第3名，在昨天也是首次，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钱包地址，首次转了11万枚。我去看了一下它的数据你可以去看一下上面的 block 数据，可以观察一下，它这边是从币安的冷钱包转出来的。或者是我的观点也是不排除，完全有可能像这些金鱼最近动不动都是10万枚的比特币，也是不排除可能就是那一些机构是不是已经提前在一级市场或者是从一些交易所买完比特币，然后就转到自己的钱包地址。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短线的形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什么量，根本就没量，它也是可以涨是不是主力在高度控盘？就是货已经是被主力洗盘洗的差不多，有可能货全部都是在掌控在主力的手上，它拉升不一定要有量所以就明显的感觉涨上去一直在缩量，包括加上这3根 K 线三阳开泰，就跌了一根，第二根又上来，就是3天能过高。我的观点，比特币就是一个强势的品种，而且最近的美元指数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我是一直在看空这个美元指数所以对整个比特币最近上涨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不要去看空这个比特币，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处。